大家好，我是伊娃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能在寒冷的冬天给你带来温暖的甜品——红酒炖梨塔。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传统的圆形或者长方形，以及单个的迷你塔。具体制作方法以及我的经验总结，请大家看到最后哦。这款甜品分塔皮、馅料、炖梨3个部分。首先，我们来做塔皮。制作塔皮会用到糖粉，先把糖粉过筛。过筛的过程中，可以用刮板帮忙，然后将面粉、海盐、泡打粉过筛。将室温软化的黄油与糖粉放入搅拌盆中。黄油的状态是这样：先从低速开始，不然糖粉会飞得到处都是。等糖粉与黄油混合后，调到中高速搅打，不用把黄油完全打发。中途用刮刀把搅拌盆壁上的黄油清理一下。完全混合后，加入蛋液。搅打的过程中，也要时不时清理一下盆壁。最后加入粉类，稍加混合。现在我们把面团转移到工作台上，稍稍揉成团，盖上保鲜膜后冷藏1晚。第2步，我们来做杏仁奶油馅。可以用刚刚的搅拌盆，用刮刀清洁一下即可。将同样是室温软化的黄油与细砂糖稍稍打发，加入香草精。馅料不需要搅打到像棒蛋糕那样，但要达到糖粒融化、颜色发略白的程度。此时一点点加入鸡蛋。这个阶段中，黄油看起来不能与鸡蛋完全融合，这并没有关系。加入杏仁粉和面粉后，这种情况就会消失。等所有材料都混合均匀后，把馅料装盒冷藏保存。接着我们来做炖梨。不喝酒或者给小朋友做的话，请用清水代替红酒。首先把梨去皮去核。在炖锅中准备400毫升红酒，在液体中加入丁香、柠檬皮、肉桂、砂糖，搅拌均匀后，轻轻地加入梨。中小火煮开后，转小火炖10分钟左右，关火。要注意，不要把梨炖得过软。要让梨更入味，可以把梨浸在炖煮的液体中，放冰箱冷藏。好，塔的3个组成部分都准备好了。我们现在开始最后组装烘焙。从冰箱中取出面团，在工作台上撒上手粉，取适量面团，剩下的继续回冷藏。在擀面杖上也抹上面粉，用按压的方式使面团变软。现在面团就比较容易工作。把面团擀开，塔越大，塔皮就需要越厚。如果是做单人份的迷你塔，就要把塔皮擀得最薄。我们用模具来确认一下塔皮的大小，接着先用刮刀来帮一下忙，以防塔皮粘在工作台上。小心地用擀面杖卷起塔皮，然后移到模具上方，轻轻放下。如果塔皮有些破损或缺失，也不要紧，可以把多余的塔皮补上去。要注意的是，要把模具壁上的塔皮向下压，
这样塔边与塔底形成直角，不光好看，也能排出空气。在烘焙的过程中，塔底不会隆起。最后用擀面杖把多余的塔皮擀断。圆形、方形、迷你塔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做，只是迷你塔可以用饼干圈来切，更方便。下一步，把室温下回软的杏仁奶油馅挤到塔里，并抹平，馅料大概到塔皮的2/3位置左右。最后把梨切片后铺在馅料上，要摆成哪种花样，大家就可以自由发挥。要做迷你塔的话，要注意把梨切得再薄一些，不然就会像这样，摆得不那么好看了。就这样进烤箱，烤35到40分钟左右，直到塔皮及内馅都呈金黄色。哒哒，这就完成啦！这次的经验总结是，要把塔放在烤箱的下层烘焙，在烤箱中层烤的，切面可以看出底部并没有烤成金黄色。迷你塔在下层烘焙，底部就烤得很漂亮，口感也酥脆。这3个步骤可以分别提前完成，并在冰箱中冷藏保存3到5天，当天把3个半成品组装烘焙就好，所以也很适合招待客人。大家也请试着在家做做看，欢迎在留言栏交流心得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学习成果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中再见喽。